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挑3句经典看静坐，换句话就是从身体静下来之后，人体经过深度静的训练，意识清醒，中心明确，再来看书是什么样子。这个是我临时起意挑了3本书，每一本当中只选1句话。我们来首先贴一个防伪码，这个防伪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接下来的各种身心训练的方法上的选择的时候，可以用它来做一个辨别，也就是去伪存真的总纲《金刚经》。同样，《金刚经》也告诉了我们身心训练的目标和方法论。我们来看一下这4个字“依如是住”在这个经文里面上下文的情况。我们因为它处在比较前面的地方，我们就直接先把《金刚经》的前面部分就连带着一起全部都看了。法会应由分第一，如是我闻。就是都会说，这些都是我看到的，我听到的，打头就是这样子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交代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。尔时世尊，时住衣持钵，入舍为大乘起时，于其城中，次第其已，还至本处，饭食讫，收衣钵，洗足矣，复坐而坐。寥寥数字就交代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，就是呢，我们吃完饭了，都坐下来脚也洗完了，然后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一幕。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。这时候这位同学呢就提问了：希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世尊，这些男孩子们女孩子们想要修行的话，应该怎么训练啊？这个像窜天猴一样，像野马一样的这个焦灼慌乱的心，应该怎么去降服它？是不是？然后就问了这个问题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既然你问了，我就来跟你说。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就没有了，《金刚经》其实就结束了。当这位同学他听到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的时候，他是用脑袋在思考，没有身心跟上，所以呢，他还在等着，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没有什么更下一步的样子，就是他那个样，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没有更多了。佛一听到这句话就知道，哦，原来你没有明白，那我就拆开来给你讲，就是说，为什么是应如是住，到这儿就没有了，然后才是下一个阶段的，就是又降级拆分的讲解。我们来看一下佛是怎么说的。这些男孩子们女孩子们如果想修行的话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降伏其心，没有其他了。我们就应该知道，它不是通过语言来告诉你的，它就是这样子了。身体放松了，人体静下来，清醒意识就会自己出现，就是这样子了，没有更多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就会继续，它是持续的处在一个不断的抓取的状态的。大部分人的状态是什么呀？就是马上这个注意力就又跑到什么也没讲啊。也就是说，它并不能时时刻刻应如是住的状态。那静下来的目的其实就是增加这个应如是住的持续时间的长度。如果不练习呢，就看不懂它这个字背后的意思，就不知道身心状态此刻发生的是什么样的状态。为什么我们看不懂这句话？就是因为身心没有完全的静下来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不断的还在抓取的状态，所以就会云里雾里看不懂。那很正常的，如果去理解去分析的话，那是更加看不懂这句话。那接着老师看到同学这个反应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拆分我们就把它拆开来讲，就是再继续用语言能表达的多角度的去描述它。接下来就是
这个像那个像，人像我像众生像，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讲这个情况。到了最后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还是这样子，应作如是观，就是这样了，没有更多了。第二本我经常在视频里面提到过，拥有无数解读版本，人气极高的《道德经》。我们来看一下古道家是怎么传承静坐闻名的。很多人会把《道德经》当成哲学来读，这个是中国人特有的傻气。或者呢，会认为这5000字是关于天道运行的规律，甚至呢，把道法自然理解为是自然规律。但是很少有人说《道德经》揭示了人体身心训练的方法，归根曰静。《道德经》前16章就非常精细地描述了静坐体验，描述了人体静下来之后，意识清醒了是什么样子，世界是什么样子，人们是什么样子。开篇就是文章一开始就给意识和世界的关系定下了基调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万物之始。说的非常的清楚了。万物之始的这个无名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的话能跟得上就跟，没有感觉就不用管了，就当个笑话听一下。我们看到这棵树，第一眼看到是什么感觉？不会说啊，它是一棵树，它是一棵树，其实已经是后面的事情了。第一眼看到其实是没有感觉的，就是看到，直接看到这棵树被我们了解了、知道了、学习了，形成了文明，有了文化，然后才有接下来的一切。一开始这种无名，万物之始说的就是道。这个看到的源头呢，就是意识本体，神明之源，讲的就是《道德经》，讲的就是这个意识的规律，意识的功能。但是关于这个归根曰静，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的。我们可能每个人对静，如果还是这样子啊，如果你要去理解的话，那静就是非常浅层的。你可能说，哦，我听了一场音乐会，或者我在听一些比较安静的音乐，我感到很安静啊，现在环境很安静，静到可以听到一根针的声音，我都能听得到。万籁俱寂，这里的环境很安静。那什么，这个静到底是多静才叫静呢？对不对？端坐啊，正襟危坐，坐一会儿好像大家静下来，大家都很安静，就觉得这个已经是很深的静了。或者说进行一些什么引导类的冥想，这也蛮深度的静了，但是远远不够。真的就是平平无奇的这个静吗？和刚刚的这个应如是住，它描述的就是身心状态。那文字就有一个这样的特点，看着很寡淡，它其实就像一个压缩包一样，我们是什么样子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，而不是说通过各种理解、各种琢磨分析来，我来学到了这个东西。你只有身心的状态改变了，你才能解码这个压缩包。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知道就是知道，没有什么为什么。文字这种平面的线性的压缩包这样的属性，就决定了我们需要先提升我们自己的等级，提升意识清晰度，然后再去看这些东西，经典才能够有了这个解码的钥匙。不管是放松也好，还是静的程度也好，它会随着练习的叠加而加深、扩大、逐渐升级，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。但是文字呢，写下来就是一个放松，一个静，看起来平淡无奇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样子，归根曰静，是谓复命。《道德经》前16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把意识的体验讲得很好。但是虽然它不像《楞严经》那样讲的那么的精细，把意识和感知觉之间的关系讲得那么精细，但是作为身心训练的方法已经是 top 级别的了。就是不要拿这种身心训练和市面上面的那些冥想、灵修、禅修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只有静下来。第一个呢，应如是住；第二个，归根曰静。这两个呢，都是我们要从实践，从身心体验的角度去解码这些字的。理解平淡无奇，解码就会感觉到丰富立体。体验是立体的、丰富的，体验了、知道了就是知道了。
才会知道哦，一个静字原来蕴含了这么多的内容。但是呢，它确实就是这么简单。第3本第3句，这个是清晰的写明了身心训练、止观禅训练或者说静坐训练的方法，阶梯性也非常清晰的《楞严经》这本书其实是属于人体和心理研究的巅峰之作，没有更好的书了。不要说什么哪个院校哪个高等院校的比得过它，就是没有可比性。它把意识的功能、意识和感知觉之间的关系、认知写得非常非常的精细，非常的清晰。在后面呢，还包括25种静坐方法。我们的松脑静坐练习呢，就是弥勒菩萨这根线。所以啊，不要去看市面上，哎，这个冥想是什么样子，那个方法是什么样子，直接去看这种书啊。就是《楞严经》，它就写了25种静坐方法，根据注意力不同的放置而分门别类了25种方法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这种心里面的牵引，就是看自己喜欢哪一种，然后看一看，哎，对哪种比较亲近，就挑选这个。一元松脑静坐就是弥勒菩萨这条线，入圆成实，为实圆融，一切消融，意识自动清醒，就是这个过程，也就是止观禅。我们通常这个止观禅应该听说的人很多啊，但是现在人们流行的这些修行训练的方法，全部是在观上面下功夫，哪怕是止，都不知道这个止到底要止到什么程度。我们说一元松脑静坐9层，前面5层，这个前面的5层都是指的身体上的转变，就是说身体松下来之后会经历5层转变。到了第6层，才逐渐从身体的训练转向意识的训练。这9层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说9层前面5层都是身体的训练，从放松到完全的身心融化，这是有一段路程要走的。那身体深度放松，放松到融化一样的感觉出现，这个过程呢，就是会伴随意识自动的清醒。意识就会清醒了，自己自动的凸显。其实这个就是自尽其意的过程，没有任何干扰，它本来它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不用去做引导，不用去在这个阶段安排注意力。安排注意力呢，是在你先把前面的做好了，我们到了5度之后，然后再说其他的。所以看书呢，也是5度之前不用看书，看书看了也白看。但是呢，就是有兴趣的话，喜欢看就爱看什么随便看无所谓了。这里说的是没有那种学习的必要。到了5度之后，体验到了，对静坐入门有了体验，然后再来看书呢，就会身心对照上，一看哦，也就是这样子啊，好简单啊，这个经文写的就跟大白话一样。只不过呢，我们讲的是这种大白话。这个《楞严经》呢，它是文言文，字句更精炼、更精简一点，但是自己一看就明白了，有了身心的体验，同步了、对照了，才会就是刚刚说的能解码了。《楞严经》推荐的也是4个字：非汝还谁？不是你，还有谁？就是不是你是谁呀？不是你还能是谁呀？只有是你了。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就不要看解析啊，就直接去看原文，反反复复的去被像阿难一样去被问一下啊，看一下去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，去感受一下这个回答问题的过程。不是你是谁？经典的这种美感，用字之精准，不管看多少次都会感觉到被惊艳，就是每一次看到受我一拜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样。你在现在这种感觉很少在市面上面的读物能让人有这种体会了。不管市面上这些流传的言论书籍，作者的头衔名气有多大，看过经典就会很难再入眼，就会发现这个内容真的是很水，没有什么干货。可能会不乏这种闪光的地方，会有很多闪光点，但是呢，都是一些东拼西凑、似是而非，不成系统的内容。看经典不要怕看不懂，更加不要看解析，就是自己直接去看。我们一直强调的是直接体验，直接去看，能看多少是多少。你可以今天看一句，明天再挑一句看，就都挑自己喜欢的看，不求我能理解它，不要理解。你明白的时候
你看懂了就是懂了，或者我今天看一句，明年再看一句也可以，或者呢，我不想看这个东西，我就是不喜欢看这个，那就别看。经典再好，自己不喜欢，不要看。我们华夏自古就是非常重视身心训练的，非常重视静的休息。只是人们现在各种解读、逻辑、推论、分析和空谈，把珍宝当成皮毛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，感谢订阅，再见。